Hello，大家好。2026年5月14日，美国华盛顿参议院会议室里破天荒地把一部叫做 Clarity 的数字资产清晰法案推上了全体的投票台，15票赞成，9票反对，通过。这个比分看上去稀松平常，但你要知道，过去这10几年，美国国会跟加密货币这4个字打交道，几乎从来没有给过一个干干净净的通过。币圈群里呢一片狂欢，比特币当天逼近了8.2万美元。但一个怪事来了，3天后，比特币的 ETF 一天竟流出了6.35亿美元，是1月底以来最大的单日流出。市场怎么这么分裂？同时 ，CT 研报将比特币2026年的基本目标价定在了14.3万美元，直接挂钩了 Clarity 法案通过。并预测净 ETF 流入将再增150亿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通过前几天川普在海湖庄园宴请了川普迷因币的前220名持仓大户，还在白宫晚宴上向银行家们放出狠话，不许给加密立法使绊子。Clarity 法案到底是币圈的独立宣言，还是川普家族和华尔街巨鳄精心设计的一场利益的盛宴呢？今天我们一次说透，它解决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坑？它和25年7月份稳定币法案是什么关系？贝莱德等大机构为什么集体下注？川普家族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和 American Bitcoin 在抢什么？川普儿子 Eric Trump那句比特币会到100万美元是不是真的？还有1933年那部证券法签完后，美股到底是平稳过渡，还是开启了40年的牛市呢？今天内容很重要，跟好了啊，听到最后，理解这波财富的大趋势。首先要听懂 Clarity 这个清晰法案，先得理解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加密货币在美国到底算啥呢？过去10年，美国对加密的监管就2个字儿：混乱。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 Gary Gensler 一上来就说，几乎所有加密货币都是证券，天天发起诉讼，把 Coinbase、币安、Ripple 等主流交易所和代币轮流搞了一遍。CFTC 呢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一脸蒙圈的表示，比特币我觉得是商品，跟黄金一样啊。2个监管部门各管各的，各告各的，行业一片哀嚎。结果就是，美国虽然是加密最大市场，却是合规成本最高的市场。很多创业公司打包走人，去新加坡、迪拜、香港。Clarity 清晰法案最核心的动作就一件事儿，把数字商品和证券明确切开。法案新创了一个法律概念，叫数字商品，意思是这个币的价值主要来自区块链本身的使用，比如比特币、以太坊这一类明确划归 CFTC 管，而那些发币融资、有公司背书、有项目方持续运营的代币，仍然按证券对待，留给 SEC。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一刀切下去，相当于过去10年悬在所有加密公司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突然被取下来了。 Coinbase 上市后2年股价跌了70%，去年到今年又涨了3倍多，本质上炒的就是这件事儿的预期。别急着开香槟啊， Clarity 现在的进度是，众议院已经在25年7月17日通过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26年5月14日通过，接下来要并入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版本，整合成最终版本，再上参议院全体投票，最后众议院再投一次，才到特朗普签字。据 Crypto Time 预测的时间表，最理想的情况是7月4号独立日前后签署，但任何一步都可能卡壳，尤其是 DeFi、Tornado Cash 相关条款，仍然是民主党死磕的这个火力点。说到这儿，必须把另一部法案也讲清楚。Genius 法案通常也叫稳定币法案
25年的7月18日，特朗普签字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管稳定币的联邦法律。参议院68-30，众议院308-122，比 Clarity 的票差可大得多，是真正的两党合作产物。他干了什么呢？3件事最关键。第一，稳定币发行商必须有100%的储备，且只能是美元或短期美债。第二，每月必须公开披露储备的构成。第三，禁止把稳定币包装成美国政府担保或 FDIC 保险。更狠的一刀是 Genius 明确说，合规稳定币既不算证券，也不算商品，所以 SEC 和 CSTC 都管不着，归一个专门的稳定币监管管理框架。Genius 稳定币法专门管稳定币这一类资产， Clarity 清晰法管整个加密市场的分工。这就好比 Genius 是给稳定币这一个工种发了上岗证， Clarity 呢是把整个加密行业重新写了一遍劳动法，两者拼起来才构成美国加密合规的完整骨架。稳定币归 OCC 货币监理署，数字商品归 CFTC， 少量证券型代币留给了 SEC。 说到这里，我想给你讲一段历史。历史总是在重演，只是这次的叙事不同。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前，股票市场也是一片混乱，没人知道公司财报的真假，内幕交易满天飞，老百姓被各种皮包公司骗得倾家荡产。1929年的10月，那场股灾把道指从381点砸到了41点，整整跌掉了89%。直到1933年5月27日，罗斯福总统签了证券法，1934年又签了证券交易法 ，SEC 正式成立，美股才从狂野西部开始了重建。这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。1933年签完证券法，美股并没有立刻爆发。从33年到49年这16年，美国一边在做信任重建，一边经历了二战，道指花了整整22年才重新回到29年的高点，也就是1954年才正式的破新高。但请注意，真正的史诗级牛市是从1949年开始的。49年6月，道指161点，一路涨到了66年的2月995点，17年里道指涨了515%。整个49年到66年这20年，道指累计涨幅约350%。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后大牛。换句话说，1933年的证券法没有立刻造出牛市，但它造出了一个可信任的资本市场底座。这个底座在二战、在战后的婴儿潮、在科技革命的多重加持下，孕育出了20年大牛市，为后续90年资本市场稳定繁荣奠定基础，进而衍生出今天美国全球第一的资本市场霸权。1933年的规则没造就牛市，但造出了能承载40年大牛的底座。Clarity 之于加密，可能就是这个底座。说到机构的态度，最值得听的就是 Larry Fink， 贝莱德 CEO， 全球最大资管公司掌门人，掌管着12万亿美元。他在26年的3月致股东信里，把代币化提了30多次。视频分析过，我把链接放到置顶评论里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。原话是这样的：我相信终有一天，所有股票、债券、基金都会在同一条公共区块链上交易。为什么贝莱德这么急？因为 Coinbase 今年1月的联合调查显示，66%的机构投资者把监管不清晰列为不投加密的首要原因。Clarity 清晰法案一过，这些大资金就要开闸放水。说到川普，这位总统先生过去对加密的态度其实是反复横跳的。2019年，他在 Twitter 上骂比特币不是钱，是空气币。但从2024年竞选开始，他完成了180度的大转身，明确表示支持加密货币。上台之后1年内，1月签行政令成立了加密总统工作组，7月
签 Juniors 稳定币法案，撤换 SEC 前主席 Gary Gensler， 白宫主持加密峰会。26年5月，在海湖庄园宴请了川普迷因币的前220名持有者，在白宫晚宴上警告银行家不许给加密立法使绊子。他已经多次公开承诺 ，Clarity 法案到我桌上，我立刻签。比川普政策态度更猛的是，川普家族在币圈的实际布局。与 Clarity 法案同步推进的是一场体量惊人的总统家族级加密产业链布局。来看这个川普家族加密资产贡献结构图。据彭博与福布斯综合估算，截止26年的5月，川普家族加密相关财富已经达到了约30亿美元，约占家族总净资产的25%到40%。加密资产已超越地产，成为川普家族财富的第一增长引擎。目前已经推出一个加密的3件套。第一件套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， 这是其儿子 Eric Trump 和 Donald Trump 2024年联合创办的 DeFi 项目。川普家族控股60%，拿走代币销售75%的收入。截止25年的12月，川普家族盈利已超过10亿美元，手上还握着30亿美元未售代币，16个月内已套现至少12亿美元。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还推出了 USD1 稳定币，但26年初一度脱锚，引发了市场的争议。那第二件套，川普和其夫人 Melania 魔音币，2025年1月发行，把魔音币和总统 IP 直接绑死。川普请前220名持仓大户上桌吃饭，这是赤裸裸的持币上桌营销啊！第三件套 American Bitcoin， 这是他的儿子 Eric Trump 联合 Hut8 创办的比特币挖矿公司。Eric 在比特币2026大会上说：“我们用5毛钱发出1美元的比特币。”截止26年的5月 ，American Bitcoin 这家公司控制9万多台矿机，占全球算力的2.5%到3%。26年的3月，又一口气增购了1万多台的 ASIC 矿机，算力提升了12%。Eric Trump 在比特币2026大会上抛下一句话：“比特币最终会到100万美元一枚。”100万美元一枚，按目前7.8万价格计算，这是13倍的空间。它的逻辑很简单 ，Clarity 法案落地，再加上美国成为了加密之都，巨鳄和美联储的货币宽松，再加上矿业成本下降，比特币将完成对黄金的彻底替代。但你要清醒看，这不是中立分析师的预测，是产业链最深度绑定的喊话者 Eric Trump 的 American Bitcoin。川普本人的政策，全家都是这场行情的最大获益者，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，这是法案最大的伦理争议，也是民主党死磕的核心。历史上第一次，美国总统一家人既是政策的制定者，也是该资产的持有者，这是利好还是定时炸弹？看一下目前比特币持仓量的统计，第一位 Strategy 持有了81.5万枚，超过贝莱德比特币 ETF 的80万枚，美国政府持有20万枚左右。结合正在提案的比特币战略储备，希望长期达到100万枚，其他就不一一说了。最下面，川普儿子 Eric Trump 的公司也持有7000枚的比特币。在26年4月比特币大会上， Strategy CEO Michael Saylor 对着上万人说，未来18个月加密行业将迎来寒武纪大爆发。他给出的数字很惊人，未来12个月预计有200到1000亿美元的比特币信用形成涌入市场，但市场上自然代售的比特币只有100亿美元。他管这个叫巨大的供给冲击。Strategy 光在大会第一天就买了3273枚比特币，价值2.55亿美元，总持仓推到了81.8万枚，成为全球最大比特币单一持有机构。这个的深度分析视频，我把链接也放到了置顶评论中。说到最后，必须冷静一下 ，Clarity 清晰法案，再加上 Juniors 稳定币法案，这套组合拳
到底解决了多少事，又留下了多少坑呢？先说已经解决的，第一 ，SEC 和 CFTC 的管辖权终于划清，价值万亿级别的明确性。第二，稳定币发行进入合规通道。第三，数字商品现货交易所、经纪商、托管人有了正式注册路径。第四，机构入场的最大法律障碍被搬开了。那还没解决的呢？第一 ，DeFi 监管极其的模糊；第二 ，Tornado Cash 混合器的漏洞；第三，代币化绕道，民主党沃伦提的修正案以11比13被否决了，没解决传统证券通过代币化包装绕开证券法的风险。第四 ，CFTC 人手严重不足，委员席位空缺，接管整个加密商品交易市场会很吃力。第五，川普家族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伦理争议，这道坎儿政治上没解，不确定是否会被反噬。对币圈来说，这部法案的意义在哪儿呢？那中期看，机构定价权的时代，贝莱德、富达、JP Morgan、Citibank 这种万亿巨鳄会真正大举入场，比特币纳入主流资产配置组合，波动率会下降，靠杠杆暴富的逻辑会消失。长期看呢，代币化全面爆发 ，Larry Fink 那句“所有金融资产都会上链”，如果成真，那整个传统金融数百万亿美元的盘子可能就要上链了。类比1933年，纳斯法律没造出立刻的牛市，真正的史诗级行情从49年才开始。那么33年到49年这16年是漫长的信任重建期，当然它封住了底。Clarity 至于加密，也很可能不是2026年立刻爆，而是为真正的大牛打地基、封好底。所以普通观众接下来要紧盯什么呢？我给3个时间窗口。第一，2026年的6月到7月，参众两院的最终投票以及特朗普签字，这是 Clarity 能否惩罚的临门一脚。7月4号独立日前后是观察期。第二，2026年下半年 ，CFTC 人事填补的如何 ？SEC 对代币化证券的细则，还要盯川普家族 USD1 稳定币是否会再次脱锚 ，American Bitcoin 算力扩张的速度。第三，2027年起 ，DeFi 监管第2章立法启动，以及如果川普家族的利益冲突最终引发国会调查，整个加密生态可能遭受一次政治冲击。加密圈从狂野西部走向华尔街，这条路 Clarity 扫清了一半的障碍，但另一半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整个生态对利益冲突的自我矫正。所以，朋友们 ，Clarity 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它把一道厚厚的合规闸门推开了一个缝，千亿机构资金正排在闸外，这是接下来5年的大故事。我们这个视频会持续追踪币圈 Clarity 法案的最终走向，贝莱德的代币化布局 ，Saylor 的比特币囤币之路，还有川普家族的加密商业版图。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一期视频，记得点个赞，打开小铃铛，选中全部。历史不重复，但总押韵。1933年的证券法用16年的信任重建换来了20年的战后大牛。2026年的 Clarity 法案会用多久换来下一个加密的大牛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订阅我，下次更精彩哟！